霍桑陆军仓库，全球最大的弹药库，占地590平方公里，弹药总量超过7000万吨。单看这个数据，大家或许没有什么概念，但这590平方公里相当于 4.5 个澎湖县， 3.3 个华盛顿特区。首尔的面积也不过605平方公里，而这个大小仅仅是一个弹药库，可见其规模在霍桑陆军仓库的巅峰时期，占地面积甚至超过新加坡。问题来了，美军为什么要建造一个规模那么大的弹药库？实际作战时，霍桑陆军仓库可以让美军作战多长时间？如果把这些弹药都援助给乌克兰，能否使其赢得俄乌战争？霍桑陆军仓库位于美国内华达州沙漠地区，里面到底存了多少弹药，谁也不知道，这属于美国的军事机密。但是单看这个占地面积就能了解一二，这就相当于把整个首尔都变成弹药库。有消息称，其现存弹药总量超过1000万吨，甚至部分资料显示，储备规模甚至达7000万吨级。里面的武器包括子弹、导弹、航空炸弹等各类弹药。根据美国的估计，如果爆发高烈度战争，霍桑陆军仓库可以供美国陆军1个月的弹药消耗，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在二战期间，苏联围攻柏林时，每门炮平均每天打出42发炮弹。来到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出现了范弗里特弹药量，通过远超常规需求的弹药消耗来减少己方的伤亡，允许美军士兵超出作战手册规定弹药量的5倍。198门各型火炮和迫击炮，9天消耗36万发炮弹，每门炮每天消耗202发炮弹。到了现在，虽然火炮、迫击炮不再是战场主角，但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火炮。乌俄战争中，俄军平均每个月消耗60万发炮弹，乌克兰每月平均消耗11万发155毫米炮弹。就以上这种情况来看，如果把霍桑陆军仓库装满，在现代战争中打上1个月的高烈度战争，火箭军只能说毫无问题。在一战或二战时期，一个霍桑陆军仓库已经够美国陆军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的消耗。问题来了，美军为什么要建造那么大的弹药库？霍桑陆军仓库需要追溯到1926年之前，当时美国在新泽西州有一个巨型军火库，名为丹麦湖海军仓库。在1926年时，该军火库发生大爆炸，烧掉了价值8400万美元的弹药。看着不多，实际上放到今天就相当于损失了10亿美元。事故发生后，美国决定重新寻找一处地点建立军火库，并成立了弹药储存董事会，监督美国在全球的炸药储存情况，并为新的军火库寻找建造地点。最终决定在内陆干旱地带建立军火库。考虑到防火灭火的需求，这个地方还必须有湖，于是内华达州霍桑镇的沃克湖北方就成为军火库的新地址。1928年7月，霍桑军火库开始建造，1930年建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最开始的时候，霍桑军火库并不是陆军的，而是美国海军的，所以当时该军火库的正式名称应该是霍桑海军仓库。在二战时期，整个美国的海军航弹、火箭弹、鱼雷、主炮炮弹以及高爆炸药等等，都会经由霍桑海军仓库储存和中转。到1945年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就超过了5600人，为美国海军调运弹药，并且自从建成之后，整个军火库就在不断扩建。到1948年，霍桑海军仓库的占地面积就达到了850平方公里，这是该军火库规模最大的时候，面积超过新加坡，拥有超过3000个掩体仓库，可以为整个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提供弹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面临的战事减少，霍桑海军仓库就不断拆除堡垒掩体以及一些功能性建筑，加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全球进行的军事活动增加，所以到1977年，该军火库就被移交给美国陆军使用。到了现在，占地面积缩减到了590平方公里，内含2427个掩体堡垒。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霍桑陆军仓库已经成为一个集生产、储存、运输为一体的综合性设施，其主要分为3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储存和生产设施，那2427个堡垒就属于这一设施。在霍桑陆军仓库还有很多军工企业的生产线，其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可以直接运输到掩体堡垒中。第二个设施则是调度区域，负责转运弹药的指挥。该仓库是美国重要的武器装备中转站，
美国军火公司生产出来的常规武器弹药大多要先存放在这里，然后再通过美国的物流体系转运到美国各地的军火储藏处和军火分发点，最后再根据作战需求下发给各个部队。第三个设施是工程区域，其中包含维修区域，对一些损坏的武器弹药进行处理。此外，还有负责建设掩体堡垒，对武器弹药进行整备、拆解等工作的区域。因为维持该军火库需要大量人员，除了以上这些与弹药相关的设施之外，霍桑陆军仓库还有住宅区，包含学校、医院、警察局等设施，基本算是一个以军火仓库为中心建设起来的军属城市。能把军火库建到这个程度，霍桑陆军仓库也是独家了。问题来了，霍桑陆军仓库能否支持美军打一场战争呢？就结果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据外界估计，霍桑陆军仓库的弹药总量在7000万吨以上，光弹药种类就有2000多种，子弹几百亿发，步枪、大炮、手雷也有不少，还有各种型号的航空炸弹。以二战为例，美军总消耗子弹70亿发，越南战争消耗弹药800万吨，霍桑陆军仓库的弹药基本可以打9次越南战争。局部战争那就更长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作为典型高强度局部战争，美军30天消耗弹药35万吨。按照这个消耗量，霍桑陆军仓库当前储备可满足类似规模战争持续约200次，或单次战争周期延长至数年。除了弹药多，霍桑陆军仓库的弹药种类也不少，涵盖轻武器弹药、火炮炮弹、航空炸弹以及战术导弹，可覆盖地面战、空袭、海上支援等多种作战场景。加上其配套生产线，还可根据需求调整弹药规格，降低装备体系差异影响。在弹药运输上也完全不需要担心，霍桑陆军仓库内部署铁路、机场，支持72小时内将弹药转运至全球主要军事基地。例如海湾战争期间，美军通过类似体系实现日均1.2万吨弹药投送能力。目前美国全球战略要求同时应对2到3场局部冲突，而霍桑陆军仓库的弹药储备量达到了美国国防部规定双线战争基准的4倍，可以承受各种突发性冲突。当然，在应对现代战争时，霍桑陆军仓库也有一点小缺陷。现代战争对制导弹药需求比较大，霍桑陆军仓库虽然储备了部分精确制导武器，但作为一个已经上年代的军火库，数量不是很多，加上原污造成的影响比较依赖实时生产，以补充高端弹药缺口，可能影响长期高强度冲突的持续性。就火力军而言，在数量上，霍桑陆军仓库的弹药储备完全覆盖了美国对局部战争的需求，甚至具备应对突发多线冲突的冗余能力，可以同时应对多场冲突，只是其效能受限于精确弹药占比、工业补充速度及投送效率，在面对同级别的对手时可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到了这儿就有了另一个问题，既然霍桑陆军仓库的弹药可以满足美军对战争的需求，那么把这些弹药全部援助给乌克兰，能否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呢？把这些弹药全部援助给乌克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前线火力。当前俄乌战争日均炮弹消耗量达数万发，远超传统局部战争水平。以2024年数据推算，乌克兰维持战线每年至少需150万发炮弹，但想要反攻，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至少需要达到与俄军同级别火力，也就是每个月60万发。当然，有了霍桑陆军仓库，达到这个要求那就是轻轻松松。如果火力足够猛，完全可以将俄军直接平推。只是问题在于，除了弹药之外，还要考虑武器。霍桑陆军仓库中的部分弹药需要配合特定武器系统使用，比如精确制导武器、重型火炮等。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该军火库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在战争期间，乌军的装备已经逐步北约化，现在可以使用北约标准弹药。只是这些北约武器的数量会成为限制火力的因素。言外之意就是不缺弹药，或许会缺火炮系统。乌军当前的火炮还有一些是使用152毫米口径，这点也需要美欧解决。其次就是运输与分发效率。霍桑陆军仓库位于美国中部，国内运输时很方便，但跨州投送需要经历复杂的物流环节。俄军对乌克兰后方补给线的持续打击，会显著降低弹药实际到达前线的比例。而且现代战争胜负还包括情报体系、防空网络、兵员素质及战略纵深控制。加上俄罗斯那边也已经启动了战时经济模式，其本土军工厂产能持续提升，
并且还找了不少小伙伴为其提供弹药。就火力军而言，将霍桑陆军仓库的弹药援助给乌克兰，可以大幅度解决乌军火力劣势的问题，并逐步获取前线优势，并为反攻创造机会。但想要赢得战争还不够。现在的乌俄战争已经从单纯的前线争夺战变为涵盖经济韧性、工业产能、地缘博弈的体系对抗。除非形成压倒性的战略物资投送能力，并同步解决乌克兰制空权、动员兵力等领域的短板，否则仅凭弹药援助难以单方面终结战争。到这儿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了，既然弹药库里的武器那么多，那为什么美军不用来援助乌克兰？这点火力军也提到了，精确制导武器不足。霍桑陆军仓库之所以没有在乌俄战争中发挥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弹药很难用于现代战争。相信这点大家也都猜到了。如果各位有机会到霍桑陆军仓库，就会发现里面绝大多数的武器都来自20世纪，甚至还有不少是1战、2战的老物件。在美国这边有一种职业，帮助那些枪械爱好者和枪械收藏家去购买一些比较经典的2战老枪，而霍桑陆军仓库就是必打卡的地点。原因也很简单，这里的老枪很多，从1战、2战再到越南战争，可以说应有尽有。比如 M1 卡宾枪、M1 加兰德步枪，甚至是汤姆逊冲锋枪一类的东西，质量也很高。在霍桑陆军仓库，很多武器都是造好之后封在油里，藏在仓库中，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清理一下，直接就是10成新，跟刚在生产线下来一样。此外，美军将武器弹药储存在霍桑陆军仓库里面，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拿来用的，只是单纯的将武器存进去而已。毕竟销毁武器也需要成本，所以美军选择把那些老武器直接塞到霍桑陆军仓库里，用储存替代销毁。也有一些武器是不得不销毁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销毁了霍桑陆军仓库中的25.8万枚 M687 化学炮弹，拆出来500多吨致命的化学药剂。如果是普通炮弹，那就是放进去不管了，而弹药是有保质期的，正常弹药的保质期通常都是30至50年左右。所以有消息称，霍桑陆军仓库里面储存的很多武器弹药到现在都没法用了。至于俄罗斯使用苏联弹药的原因，火力军只能说他没得选。而乌克兰这边还有欧洲的支持，随着捷克展开炮弹倡议，乌克兰就不怎么缺炮弹了。总的来说，关于霍桑陆军仓库到底储存了多少弹药，火力军也不敢确定。但是说到底，军火库的储存作用并不是让美国在和平期间也保留有打世界大战的能力，而是让美国在战争期间拥有一个弹药中转储存点。如果爆发战争，霍桑陆军仓库可以快速扩充，即使当前储存的精确制导炮弹不多，也足够美军应急时使用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的霍桑陆军仓库已经储存了多少吨弹药？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